KS-22属于爷爷级的导弹，乌军却称无法防御，不是哭穷那么简单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前少。近日，俄罗斯军队的图 22M 轰炸机发射了一枚 KH-22超音速飞行式导弹，命中了第聂伯罗的一座公寓楼，造成了近40人的死亡。对此，过去一直吹嘘战绩的乌克兰军队似乎变脸了，罕见地承认自己现有的武器库中没有能够拦截这种导弹的武器，也就是说其防空能力不足，必须要拿到美国的爱国者和法国的紫菀30导弹才能完成拦截任务。对此，网络上出现了乌克兰借机哭穷，向西方索要军事援助的声音。目前对 KS-22导弹是否袭击了公寓楼存在争议，因为俄罗斯方面认为自己根本就不会袭击住宅楼或社会基础设施。这枚导弹原本是冲着军事目标去的。网上公布的画面显示，飞行式导弹似乎在被拦截之后飞向了被炸的公寓楼。目前呢，存在着几种可能性：一是乌克兰的防空导弹没有截住空中目标，反而一头撞向了公寓楼；二是俄罗斯的 KH-22超音速飞行式导弹直接命中公寓楼；三是俄罗斯的 KH-22在飞行过程中受到拦截后改变方向，最终击中了公寓楼。就目前的情况分析，无论是哪种可能性，此次拦截 KS-22导弹的行动都是失败的。所以乌克兰军队说自己没有能力拦截这类超音速飞行式导弹，应该是真实的。在这里我们就必须要看一下 KH-22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。这是一种长达11.6米的巨型三角翼飞行式导弹，这款外形看上去很像一架轻型三角翼战斗机的飞行式导弹，于上世纪60年代研制成功并投入生产，至今已有60多年的历史了，可以说是爷爷级别的导弹武器。在技术上无法与现在的巡航导弹相比，但即便如此， KS-22的作战性能仍然不可小觑。它原先的定位就是航母杀手，其弹头重量将近1吨，爆炸威力是现有常规巡航导弹武器中的王者。更夸张的是，这种导弹的射程高达600公里，在接近目标时会加速到3马赫，还能以超过 4.8 马赫的最大速度俯冲攻击目标。除了打击大型军舰和航母以外， KH-22还可以用于攻击陆地上的静止目标。早在2022年5月份， KS-22就曾命中过乌克兰一个繁忙的购物中心。俄罗斯认为乌军在这里部署有装甲车辆，这一战例说明该型导弹经过改装之后，完全可以用于攻击大型陆地目标。乌克兰空军承认，用图 22M3 逆火 C 轰炸机发射的 KH-22是乌军现有的 S-300防空武器系统无法击落的。事实也是如此，俄罗斯军队目前总共发射过210枚 KH-22，没有一枚被防空导弹摧毁。那么，如果乌克兰军队拿到了美国的爱国者导弹，就能防御以4马赫的速度飞行的 KH-22吗？估计也比较难。任何一种防空系统拦截 4.8 马赫的导弹都存在一定的困难，这只能说明一点：3到5倍音速的空对面导弹对现代防空系统而言仍然是杀手锏武器。所以，俄罗斯战略轰炸机与 KH-22的组合在当前仍是无敌般的存在。现在唯一不确定的是，俄罗斯手头还有多少库存的这类导弹可以使用。KH-22在乌克兰的表现能给我们什么启示呢？第一，发展末端高速突防的巡航导弹非常重要。相比之下，亚音速导弹的末端突防能力就要差得多。第二，发展能同时反舰和打击陆地目标的导弹也很重要，也就是说要一弹多用。第三，导弹数量也一定要多，否则将无法打赢现代大国战争。总体而言，乌克兰军队现在拦截不了 KH-22导弹，就算有了少量的爱国者防空系统，也不大好防。可以说，末端超音速突防的导弹
在乌克兰战场上证明了自己的价值。好，今天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